我叫齐夏，我要开始说谎了。这次我要赌命。时日中烟的先导片一出来，网友们就听到了爆剧的回响。这真不是夸张，上线没多久，全网播放量迅速破亿，双平台预约量冲到100万级，就连央视电视剧官微都下场推荐，把它列入了最值得期待的待播剧名单。这里提一下央视的评论区啊，太有意思了。有网友猜测央视这么着急跟发预告，是不是意味着时日中烟也能上星了，还幻想着给央视的爷奶观众们一点震撼。结果下面就有网友神回复了，然后就直接给你举报了。你别说，你真别说，以时日中烟这种血腥科幻剧，电视机前的爷奶们还真能干得出来，所以还是就网播吧。话说啊，这部剧的先导片一出来，电影级的质感真的是圈了一波质疑粉。很多人在讨论特效、镜头、世界观，还有300多万字原著 IP 到底有多牛。但说实话，作为一路追更小说的老书粉，我最惊喜的反而不是这些，而是选角。一部戏能不能立住，演员比特效更重要。时日中烟最难得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简单的找一群明星来撑场面，而是真的按照人物气质、地域背景，甚至语言习惯去找演员。主演肖战我们放在最后说，先来说说魏大勋饰演的楚天秋。原著里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就是极致的反差，表面温文尔雅，人畜无害，像个处处替别人着想的老好人，实际上却是天堂口真正的掌控者，一个理性到冷血、疯狂起来毫无底线的人。之前魏大勋凭借孟宴臣出圈时，大家就评价他长着一张斯文败类的脸，克制、隐忍，却又透着危险。而楚天秋几乎把这种气质发挥到了极致，尤其是先导片里金丝眼镜、西装造型一出来，那种斯文精英和疯批气质并存的感觉瞬间立住了。我特别期待魏大勋如何演出那个表面儒雅，背后却把所有人都当棋子的楚天秋。再来说胡先煦饰演的陈俊南，原著里的陈俊南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爷，一口京腔，贫嘴毒舌，看着吊儿郎当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。胡先煦虽然是天津人，但同属北方语系，那股平静、少年气和市井味几乎就是角色本身。作为全网出了名的贫嘴少年，他和陈俊南可以说是天然契合。真正让我改观的其实是李治廷。刚官宣他演乔家劲的时候，包括我在内，不少书粉第一反应都是太瘦了。毕竟原著里的乔家劲是香港社团出身的双花红棍，一身腱子肉，粗犷硬朗，浑身江湖气。而李治廷一直给人的印象更偏精英，结果仔细了解之后才发现，他反而是全剧最贴角色背景的人。香港出生，港普天然符合设定，长期健身，有动作戏基础，为了角色主动晒黑、增肌，连纹身和造型都尽可能按照原著还原，打消了很多网友的顾虑。其实时日中烟的配角之所以让人舒服，并不是因为演员名气有多大，而是每个人都像从书里直接走出来的一样。港普、京腔，不同地域的方言底色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恰恰构成了人物最真实的生命力。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人，就是毛晓彤。角色短片里那个瘦到脱相、眼神空洞、近乎疯癫的女人，我看了字幕才反应过来，竟然是毛晓彤。她饰演的文巧云也是原著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人物之一。过去大家对毛晓彤的印象大多停留在甜妹，但这一次她几乎把自己彻底藏了起来，这种颠覆反而让我更加期待。当然，当配角阵容都如此扎实时，也意味着一个问题，男主必须足够强。因为无论配角戏份再精彩，时日中烟的核心始终只有一个，所有轮回、布局、谜团最终都围绕着旗下展开。这个角色太复杂了，他是心理学硕士，也是职业骗子，他既像好人也像坏人，独自背负着数十轮轮回的记忆，身上既有理性也有脆弱。说实话，内娱能够在这样一群实力派配角中稳稳站住唯一男主，同时还能支撑起顶级投资体量的演员，我想来想去，确实只有肖战。我知道网上关于他的争议一直不少，但有一点恐怕很多人也不得不承认，只要肖战确定出演一个项目，
它的投资规格几乎都会上一个台阶。据公开信息，时日中烟总投资超过2亿元，其中约40%投入特效制作，合作的是《流浪地球》背后的 More VFX 团队，还搭建了上万平方米实景和虚拟摄影棚，仅12声效面具就能完成20多种表情变化。仅仅一支先导片展现出来的质感，已经超过不少漫改剧正式播出的完成度。说到底，再好的 IP 也需要足够的资金才能真正拍出来，而顶流的商业价值在这里就是最现实的生产力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是角色适配。导演许宏宇曾公开表示，旗下从立项开始就是唯一人选。第一次见肖战，两人聊了2个多小时，当场就确定了合作。连平台高层也曾透露，为了等肖战的档期，项目足足等了2年。所以当初我看完先导片就说，我已经听到了爆剧的回响，真不是空口吹。从配角精准的人物适配，到男主带来的制作升级，再到导演唯一人选的坚定态度，时日中烟至少在选角这一关，我认为已经交出了接近满分的答卷。当然，选角只是第一步，300多万字原著，层层嵌套的轮回设定，复杂的世界观，最终能不能完整落地，不魔改，依然是这部剧最大的挑战。